它就是立定跳远，叫弹跳力，相当好。这边水本来就很绿，我都怕里面有什么小动物。2018年3月，由于成绩优异，钱红婵被输送到广东省跳水队。在2018年8月举行的第15届广东省运会跳水比赛中，获女子丙组双人跳台第2名，单人跳台第3名。2018年获广东省跳水锦标赛3项冠军，2019年获广东省跳水锦标赛5项冠军。去年10月份的第1站选拔赛的时候，前2-3周学完成这套动作，学完动作跟着比赛就是动作非常的干净，从跑台起跳、打开、入水交代的都很清楚。漂亮，有点显现这个小黑马的姿态了哈。今天上午半决赛的时候，确实就已经让人眼前一亮。能跳得这么好，说明他平时训练就有这个水平，而且他的这个水平呢，应该是比例非常高的。现场也是打出了10分啊，也可以看出裁判员对他这一跳的肯定，非常非常认可这一跳哈。这看来小黑马要变成大黑马了哈。确实，他现在这样一个表现和成绩，可能之前我们都没有意想到啊。没有，因为他之前没有见过他啊。漂亮，非常漂亮。5轮都发挥的非常稳定，而且有这个稳定之上的发挥。而且他今天的这5跳总分437分呀，也很高。是。以前有没有想过能赢这些世界冠军？没想过。那今天自己是怎么做到这5个动作都做得特别漂亮的？教练讲了，把比赛当成训练一样去跳，也放开大胆的去跳。是不是想去奥运会？想啊，每个人都很想啊。对啊，在省队啊，都有自己的牌。是407C 的动作，以91.20分斩获了全场最高分。然而他却倒在了207C 这个动作上，由于技术上的失误，导致入水溅起巨大水花，最终只得到了41.25分。幸好是半决赛，决赛的话，那你就完了。他也是最近新出来的一匹黑马。他起跳稍微有一点点顶住了，他的起跳非常的高，真的。这是个非常漂亮的动作。他没有定位，所以他打开不好开。他在207C 上出现严重失误，仅得到44.45分，无缘领奖台。训练挺好的，就比赛就兴奋了，就想发力，就过了。这个完成的不错，这个水花压的不错，也是一个完美的动作。
从10米高台跃入水中，如同针尖刺入水面的水花。你别以为中国跳水梦之队只是虚名，完美太完美了。全红婵虽输未弃，观众却怒了。看台上的观众们满腔愤怒。说是怒了，不如说是被击垮了。有些事小孩子可能不懂，但我们不能无动于衷。我们努力拼搏，小心翼翼，勤勤恳恳，小心翼翼，不求多得，只求2个字：公平。公平！哦，朋友们，这是一个绝对完美的动作，7名裁判全都给出了10分。太精彩了，朋友们，这是完美的表现，7位裁判全给出了10分。这是全红婵与陈芋汐的第8次金牌之争。全红婵此前只胜过1次。站在最后一跳的10米台上，全红婵在上一轮已经落后5分，而陈芋汐以完美一跳扩大了分差。此刻的全红婵只有跳出92分以上才有可能逆转夺冠。92分是什么概念？至少需要4位裁判打出10分才有可能实现。这场比赛看似无聊，但实则精彩万分。无聊在冠亚军已被中国队预定，精彩在无论结果。这将是全红婵的觉醒时刻，所有多余的画面都被跳过了，直接看陈芋汐的第一跳难度系数3的107B。还是不错的，陈芋汐第一。非常出色。陈芋汐的第一跳，它的特点除了技术全面之外，就是它的发挥非常稳定。虽然这一跳只有79.5分，但它的稳定发挥将是全红婵接下来最大的挑战。接下来全红婵出场，看看她的表现。水花压得非常好，第一跳全红婵明显更胜一筹，得到了85.5分，暂居第一。水花消失术这个词谁发明的？虽然有些夸张，但确实很形象。多少人是因为这个词才爱上跳水的？在评论区扣个1。第二跳，陈芋汐选择了难度系数3.2的 407C， 依然表现不错，稳定得让人佩服。裁判打出80分，虽然还落后全红婵，但陈芋汐的可怕之处即将展现。我们再来看全红婵的表现，同样的动作，哇，太精彩了，太完美无瑕了。再次上演水花消失术，如为本。再次上演水花消失术。朋友们，这是一个哇，朋友们，这真是绝对的完美，7名裁判全都打出10分，这一跳堪称逆天时至，名归7个10分，拿到96的满分，这一跳瞬间提升了整个比赛的水准。朋友们，如果您在看直播，赶紧截图保存，这样的打分真的是难得一见。此时全红婵已领先，陈芋汐22分，冠军似乎已成定局。但陈芋汐告诉你，比赛才刚刚开始。第3跳难度系数3.3的 626C， 大家准备好坐稳了。太精彩了，完美的表现，裁判打出3个10分，总分95.7分，这一跳简直完美无瑕。这样的表现持续不断，敢问这谁能顶得住？咱们赶紧看看全红婵的第3跳。哇，真是漂亮，依旧是高水准表现。这一跳虽然不赖，但稍逊于陈芋汐，裁判给出86.4分，两人的分差缩小到12.7分。全红婵虽然仍在领先，但这样的分差对陈芋汐来说并不足以构成真正的威胁。第4跳难度系数3.3的 207C 是全红婵的软肋。真的非常漂亮，真是精彩啊！果然稳定发挥让他再次拿到了90多分，这样的对手真的让人又敬又怕，只希望全红婵能顶住。全红婵上午的 207C 跳得非常出色，上午的207里有3位裁判给了满分。这一跳水花可能会扣一些分，这一跳多方的压力导致全红婵出现了失误，仅拿到 75.9 分。此时比分已被陈芋汐反超，虽然仅落后5分，但我们都知道陈芋汐的可怕之处。最后一跳难度系数3.2的 5253D 会给全红婵留下机会吗？
来看一下2名中国选手的最后一跳，两人都选择了5253D 向后翻腾2周半，转体1周半，太精彩了，完美无瑕。陈芋汐到了决赛确实稳定如常，没有任何失误。陈芋汐这一跳得到了86.4分，稳定发挥也将全红婵逼入了绝境。此时全红婵最后一跳必须得分达到92分以上，才有可能逆袭夺冠。为什么要用抢这个字？老爷们儿可以先看看这张图，这是前几天冲上热搜的一张照片，世界冠军全红婵和她的世界冠军教练陈若琳。两人骑着这辆可爱的电动车来回穿梭于训练基地和住所之间，这就是为什么用抢这个字，生活如同前行，一边修路一边走，而决定命运的往往是你的退路，不争不抢哪来的出路？精彩的一跳，我们得等等裁判的打分。刚刚我算了一下，全红婵这跳只要超过92分，就有可能在总分上反超陈芋汐。裁判分数出来了，裁判分数出来了。全红婵最后一跳，7名裁判中有4位打出了10分，太棒太棒！他在最后时刻实现了对陈芋汐的惊天逆转。今天这2位中国姑娘真是太出色了，两个人在比赛中轮流领先，各自将最强的本领展现出来。这一幕真的让人感动。陈芋汐和全红婵两个人紧紧相拥在一起，